钱怎么这么难赚呀？攒一点钱就要交这费就要交那费。前2天刚把暖气费交了，现在孩子的辅导班费又到期了。昨天我的车险也到期了。推销保险的一遍又一遍的给我打电话。卖不掉就亏本卖。你看，这不一下子又卖了几十件出来。当初是拼命加班，现在是拼命要工资。跟他们是怎么谈的？比如说我们按正常，我们比如干是给你8个月。好多人都认为今年的活减少的比去年减少的更早。在这里我都受不住了都，赶紧把棉袄穿上。好多人就是说你一天卖3块钱，我给你转5块，你休息1天呗。哎呀，这讽刺的我哟，那真没办法。说我这个店投入80个 W， 说这个地的坏了，80万的店，那地的坏了。30岁，加薪到2500，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，一步一步从基层一步一步干到经理。之前降了30%，想着熬一熬可能会好转，然后现在直接给我干到了2500。我靠，以前1万多，现在连我欠的房贷都不够还。我不录你，我就录咱俩谈话内容。第一，你拉高踩低；第二的话，不服从管理；第三的话，顶撞上级。然后就这3点。然后的话，因为就昨天聊天里边的话，你对我的不管是就是个人观点吧，就是我对你指出的东西你是不认可的，所以说你个人的一个理念的话是跟公司的话是违背的啊。其他呢？就是认为我跟你交流工作的时候就是顶撞，然后就要开除，对吧？不是顶撞，这不是顶撞，你不是刚说的顶撞吗？咱俩还有这个聊天记录。不是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我不坐，你就说吧，我说完我就走。我跟你说一下，顶撞上级是指啥？你调到我组的原因。真是不知道现在这么艰难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，感觉遥遥无期，压得人喘不上气来。现在一家3口只能爸爸一个人工作赚钱养家。还不像别人家有双方老人的照顾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力上，别人都能照顾一把。我们家是纯纯的，就是我们2个人，而且现在我还不能上班，没有人监管孩子，我们还不敢大撒手，怕万一有个意外。我去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小笼包，3块5一笼的小笼包长得什么样子的？不是很小啊，7、8个人坐。这生意咋做？就是这家3块5一笼，这么大个，看一下好吧。我上次来吃过，排队哦。现在可是10点半了，现在10点半了。你们看看现在摆个摊多卷，按摩的已经出来摆摊了，这边还有饭店、大酒店出来摆摊。这个绿色的棚子啊，底下是楼上的酒店，每天下午也会拿饭菜出来卖。这个酒店每天的饭菜还挺丰富的，有米饭、馒头，菜的话也就一份，好像素的16块钱，荤的10几块钱。我靠！你看嘉陵区味知觉居然开垮了！我这洗个头出来，我看到那个大环境太差了，真的。哎呀！兄弟们，吃香蕉吗？兄弟们，看一下今年有多难啊！我一个工厂的老板现在在外面摆摊了，拿一点出来摆一下先，外面远的不敢去，在自己的厂的门口摆，自己厂门口摆。今年的生意到底有多难做？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条街啊，来看一下沙县直接出租了，然后这边也在转让，看到了吗？然后这一排现在是12点钟，一个鬼都没有。真的，就现在这个餐饮啊，我说句心里话，你们自己看来6点钟啊，看到顶，老难干了，而且一家比一家。
一家比一家，并且以前2、3万、5、6万一个门市，现在已经是空空的，走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，门市都是空落落的，没有人。兄弟们，现在美发还有没有搞头啊？我刚刚看了一圈，其余2家店这个点是8点半黄金时间，他们2家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这也一样，就一个老客人约我做个头发染个颜色，不然我这里是空军。你绝对不敢相信，很多老板一个月挣的钱还没有一个服务员多。餐饮老板能挣多少钱，很大概率上取决于他这个月卖了多少废纸箱子。强哥在上海做2手的餐饮设备，接触过成百上千的餐饮老板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老板的钱都被谁挣了。首先就是很多加盟公司上来就先割你一刀，加盟费5万到10万不等，你还得从品牌方买各种指定的餐饮设备，价格普遍都是市面上的2到3倍。其次，门面装修少则几万，多则几十上百万，你还别想着装修公司给你报的价格就是最终的装修成本了。错误的用40万开了一家包子店，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愚蠢、无知和自大导致的。现在这种经济环境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填上这个窟窿，但是就是刚刚，这个店以13万的底价已经转出去了，多少还能挽回一点损失。现在回头再看一眼，这个让我血压不断飙升的早餐店，不管是自己的无知还是自大。年流水60万的奶茶店，老板竟然跑了。真相在这里，一年流水60万，老板却抛下整套奶茶设备，欠下3个月租金，提桶跑路。这杯奶茶到底喝掉了谁的钱？今天我在物业手里拿下了这家奶茶店，看到这60万的营收，你肯定以为老板赚翻了，但结果呢？他的纯利润是0。你发现没得？今年出现一个怪现象，往年每到立冬以后，菜市场市民们开始排队灌香肠做腊肉。今年的猪肉价格便宜了一大截，照理说灌香肠做腊肉的人应该多一些，结果是恰恰相反。小伙子买我的羊肉120块钱，给我输100，但是他没说密码走了啊！那个小伙子买我的羊肉没说密码，把我就报案啊！要给我送来，不给我送来，我马上就报案。好家伙，有点高科技，全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。我到阳光超市上送货的，看见安的这叫智慧停车位，汽车一停到这上边，底盘升起，你不交费就开不走，人人都要留下卖楼去。看他这寒碜，我要收费，真不惜下碰本。我们的车子保险在这个公司买的，10月1号出了事故，然后现在已经是11月，今天是11月19号了。事故发生20多天以后，然后说请了第三方鉴定，说我们的车子是人为的，每年交这么多钱，然后就一句话说人为的就拒赔了。我想知道我们人为的依据是什么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请第三方鉴定，为什么是20多天以后才请第三方鉴定。千万别买电车，朋友们，你要是天天跑长途，你听我的，你就买一省油的纯油就行，千万别买电车。到了高速上，朋友们，纯电续航也就这个能达到1半吧，而且高速的服务区，你知道这充电多少钱吗？2块，2块多啊，2块多一度电。近3年左右的时间，就不要想着结婚或者找另一半这个问题了啊。现在女性负债率有多夸张，你知道吗？一个26岁的女孩，你知道欠了多少钱吗？总共包括网贷、银行贷款那些杂七杂八加一块60多万，60多万，就是在外面欠了那么多。这个时候，你说相亲市场上面流动的都是些什么群体？都是要想借助结婚来还债的这些还债群体。现在他们着急结婚，并不是意识到自己年龄大了，而是他们的债务集中于期，知道吗？舔狗经济崩盘就意味着他们的债务没有办法及时偿还。就我身后这个房子，2年前我90几万买的，昨天有个中介打电话给我，说现在有客户出40万要买，我房子里面贷款还有70几万，你们说我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卖？今年好像各行各业都特别困难，工作越来越难找，工资也一降再降，
写字楼也空了，因为压根租不出去。不少人都丢了饭碗，可房贷车贷还得照常还，还压力大的喘不过气。房地产那边也不乐观，新房卖不动，二手房也没人接手，就连人才房都供大于求了。路上的滴滴司机、送外卖的小哥越来越多，工地上更是早早没了人影，好多工人都提前回农村老家了。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没活干。眼瞅着才11月初啊，在广州打拼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？现在的机器啊都自动化了，再过2-3年呀，咱们穷人想打工都难了。之前的企业一条流水线20-30个人，现在呢只有2-3个。最可笑的是听别人说啊，机器的话不用吃饭，不用喝水，不用上厕所，24小时不停的在干。我想说，以后工厂造的东西都卖给机器吧，我们穷人都没有工作了，去哪儿来钱买东西呢？